没错，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，这种大量外泄的情况，你关瓦斯其实没什么意义，你只是增加自己暴露在危险的时间而已。那我要给大家额外的建议，其实是乒乓乒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今天就是要延续上个礼拜我们去环岛2周累积下来的大量提问。第一则留言提问，那这个留言提问是我们在教大家说，万一你真的不幸受困在倒塌建筑物当中，而你还活着，你怎么提高自己的获救几率？建议大家你去敲击身边的硬物，这个方式只是增加你获救的机会。那如果你真的办不到，那就算了。消防队他们其实会有很多的辅助的器材，例如说生命探测，还有搜救犬。所以说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，讲真的也无所谓啦。大家其实也不用想着说我那个敲击声要多大。其实消防队并不是用他的耳朵去听你的敲击声在的，他靠的是仪器去侦测有没有这样的声音。那再来下一个也是跟地震相关的疑问。那因为呢，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，躲桌子底下时要双手抓牢桌角，但是不是所有的桌子都刚好长那种形状。首先，你先弄清楚我们抓桌角的目的是什么，其实是稳固自己的身体跟桌子。所以其实你如果没办法用我们示范的动作去抓握桌角的话，记得你的原则，你的目的就是要稳固自己身体就好。像他讲的这种办公桌，我会建议啦，你可以把手从那个昂板的下方伸出去握住它。我们本来就会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桌子，我会建议大家学了基本动作之后，你真正要去尝试练习的是你自己家里的桌子，跟你平常上班地方你用的那张桌子。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的桌子通通示范给大家看，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，你自己去练习时，记得掌握我刚才讲的那个要点。抓桌角的目的是为了要稳固自己的身体，同时保护你的头部不会被侧边移动过来的东西给伤害到。那接下来呢，是一些关于火灾的疑问。好的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，发生火警时不要往上跑。但是这位伙伴他提的疑问是说，他如果说顶楼是有另外一个逃生通道，可以让他跑到另外一个没有被烧到的建筑，这样子是不是有机会？那原则上我觉得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可以获救，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，因为这个中途过程中可能出错的地方太多了。例如说顶楼的门是不是打得开，偷瓦隔壁户是不是畅通的，它其实有很多变数存在。倒不如你把自己家的房门关起来，不要逃离现场。你自己家里你可以掌控，你有把握的事情会比较低。所以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的话，绝对不是因为他跑上去而获救，是因为他可能做了其他的事情，跟跑上楼这件事是无关。没错，之前有人曾经问过我跑到顶楼，我把通往楼梯间的门关起来，那我是不是在顶楼也有机会获得安全？听起来也有道理啊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没有不行，但重点是因为你关门这个动作，不是你在顶楼这件事。对，不是因为你跑上顶楼。既然你要靠关门避弹的话，我觉得你留在自己家里，把自己家的房门关起来，能达到一样的效果，而且犯错的机会反而更低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火灾应变的提问。好的，这位伙伴他的留言提问是我们在介绍我自己家里面的时候，说我们的玄关门上面本来有一个玻璃窗，对，我说不要把它给封掉。确实，他家里的房间门会因为上面的玻璃窗留了一个空洞，会让你的房间无法避难。可是我觉得就光是他的房间没有对外窗这件事情，不管他的门有没有窗户都不适合躲啊。他其实讲到了3个事情，他们的门上面有窗户，第二个它是木头门，第三个他房间呢没有对外窗。其实木头门没有影响，但是呢你门上面有窗户，以及你整个房间没有对外窗户，这2个要件会让你的房间无法避难。他应该要着手的是要去物色哪一间房间是他火灾的时候要去躲的。
除了说你要去找其他的家里房间有没有适合躲的之外，如果你真的看了你家里所有的房间，都发现啊，我真的所有的房间通通都不能躲，你们的家万一发生火灾，只有一个选项，就是一定得逃。那既然一定要逃，你就必须要在火灾初期，所以我就建议他，你去找一个好的住警器来抓，这是你剩下的另外一个办法。接下来是一个关于瓦斯的应变问题。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是，如果真的是这种大量外泄的话，我的建议绝对是逃离现场，不要想着去关瓦斯。出现那种大量外泄，可能下一秒现场就已经进入到会爆炸的危险了。这时候你把瓦斯关掉，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。现场浓度达标了就是达标了，我就算现在去把瓦斯关起来，它还是在达标的程度内。没错，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，这种大量外泄的情况，你关瓦斯其实没什么意义，你只是增加自己暴露在危险的时间而已。那我要给大家额外的建议，其实是把瓦斯桶做固定。我们家是把一个瓦斯桶用2条铁链把它固定在墙壁上面。我今天就算发生地震，我都不担心它会倒啊，我都不担心这个管线会被扯下来，造成大量外泄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有用、更实务上的建议啦。那我觉得更让我意外的事情是，我发现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好。对啊，可能又要来到第3集。那所以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关于这段时间累积的 Q&A 提问就跟大家回答到这边。那么希望呢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么多的担忧、这么多的疑问跟这么多不确定的事情，那我的建议就只有一个1号标准，就是关在家里，然后门不要打开。没错啊，你就是把门关好其实就行了。对，因为家里没有烟，你这样买要往有烟的地方去。对啊，没有错啊，家里明明比较安全，真的没有必要去穿越个危险的地方。这个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观念啦，因为我刚开始听的时候也觉得好荒谬。对啊，我就是要逃离这整栋火灾建筑，我怎么可能躲在家里？对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努力做这个频道的目的。慢慢来。